杂阿含42经。我是这样听说的。有一次，佛陀住在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，那时世尊对众比丘说，有7个方面的善巧，3种观察的方法，通过这些法门可以达到漏尽，获得无漏的心解脱、慧解脱，在现实中亲身证得并安住于我的生命已经结束，梵行已经建立，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，我知道自己不会再有来世。什么是比丘的7个方面的善巧呢？比丘们就是如实的了知色，色的升起，色的灭尽，导致色灭尽的道路，色的位住，色的过患，远离色。同样的，如实的了知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识的升起，识的灭尽，导致识灭尽的道路，识的位住，识的过患，远离识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色呢？所有的色都是由4大元素及4大元素所造成的，这就是色，这样如实了知色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色的升起呢？爱好和喜悦就是色的升起，这样如实了知色的升起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色的灭尽呢？爱好和喜悦的灭尽就是色的灭尽，这样如实了知色的灭尽。什么是如实了知导致色灭尽的道路呢？就是8正道、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这就是导致色灭尽的道路，这样如实了知导致色灭尽的道路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色的位住呢？由色而升起的喜悦，这就是色的位住，这样如实了知色的位住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色的过患呢？色是无常的、苦的、变化的法则，这就是色的过患，这样如实了知色的过患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远离色呢？就是调伏对色的欲望和贪爱，断除对色的欲望和贪爱，超越对色的欲望和贪爱，这就是远离色，这样如实了知远离色。什么是如实了知受呢？就是6种受，眼处所生的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所生的受，这就是受，这样如实了知受。什么是如实了知受的升起呢？处的升起就是受的升起，这样如实了知受的升起。什么是如实了知受的灭尽呢？处的灭尽就是受的灭尽，这样如实了知受的灭尽。什么是如实了知导致受灭尽的道路呢？就是8正道、正见，直到正定，这就是导致受灭尽的道路，这样如实了知导致受灭尽的道路。什么是如实了知受的位住呢？受所引起的喜悦，这就是受的位住，这样如实了知受的位住。什么是如实了知受的过患呢？如果受是无常的、苦的、变化的法则，这就是受的过患，这样如实了知受的过患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远离受呢？如果调伏对受的欲望和贪爱，断除对受的欲望和贪爱，超越对受的欲望和贪爱，这就是远离受，这样如实了知远离受。什么是如实了知想呢？就是6种想，眼处所生的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所生的想，这就是想，这样如实了知想。什么是如实了知想的升起呢？处的升起就是想的升起，这样如实了知想的升起。什么是如实了知想的灭尽呢？处的灭尽就是想的灭尽，这样如实了知想的灭尽。什么是如实了知导致想灭尽的道路呢？就是8正道、正见，直到正定，这就是导致想灭尽的道路，这样如实了知导致想灭尽的道路。什么是如实了知想的位住呢？想所引起的喜悦，这就是想的位住，这样如实了知想的位住。什么是如实了知想的过患呢？如果想是无常的、苦的、变化的法则，这就是想的过患，这样如实了知想的过患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远离想呢？如果调伏对想的欲望和贪爱，断除对想的欲望和贪爱，超越对想的欲望和贪爱，这就是远离想，这样如实了知远离想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行呢？就是6种思，眼处所生的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所生的思，这就是行，这样如实了知行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行的升起呢？处的升起就是行的升起，这样如实了知行的升起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行的灭尽呢？处的灭尽就是行的灭尽，这样如实了知行的灭尽。什么是如实了知导致行灭尽的道路呢？就是8正道、正见，直到正定，这就是导致行灭尽的道路，
这样如实了知导致行灭尽的道路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行的为助呢？行所引起的喜悦，这就是行的为助，这样如实了知行的为助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行的过患呢？如果行是无常的、苦的、变化的法则，这就是行的过患，这样如实了知行的过患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远离行呢？如果调伏对行的欲望和贪爱，断除对行的欲望和贪爱，超越对行的欲望和贪爱，这就是远离行，这样如实了知远离行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识呢？就是6种识：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就是识，这样如实了知识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识的升起呢？名色的升起就是识的升起，这样如实了知识的升起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识的灭尽呢？名色的灭尽就是识的灭尽，这样如实了知识的灭尽。什么是如实了知导致识灭尽的道路呢？就是八正道、正见，直到正定，这就是导致识灭尽的道路，这样如实了知导致识灭尽的道路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识的为助呢？识所引起的喜悦，这就是识的为助，这样如实了知识的为助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识的过患呢？如果识是无常的、苦的、变化的法则，这就是识的过患，这样如实了知识的过患。什么是如实了知远离识呢？如果调伏对识的欲望和贪爱，断除对识的欲望和贪爱，超越对识的欲望和贪爱，这就是远离识，这样如实了知远离识。比丘们，这就是所谓的7个方面的善巧。什么是3种观察的方法呢？比丘们，如果在空闲处、树下、陆地观察5蕴、18界、12处，正确的思考其意义，这就是比丘的3种观察方法。这就是比丘的7个方面的善巧和3种观察方法。通过这些法门可以达到漏尽，获得无漏的心解脱、慧解脱，在现世中亲身证得并安住于我的生命已经结束，梵行已经建立，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，我知道自己不会再有来世。佛陀说完这部经后，众比丘听了佛陀的教导，欢喜地接受并奉行。